这一次使用的版型，我们延续上一个。那这个袋底的话是不用，就是表布2片，里布2片。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拉链。拉链的话，我是使用12.5公分，大概可以用到13。因为如果这个拉链用的比较长，那我们的这个2个点就会落在底下。落在底下的话，那这个包包看起来没有那么俏皮，没有那么可爱。所以我的拉链选择的是比较短。那因为我们使用的拉链比较短，所以我们要把拉链的公分数的记号点把它算出来。首先呢，表布跟里布版型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记号点呢也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的表布跟里布的记号点都要重新计算。那我使用皮尺。皮尺的话，你看，如果是这样子放，它这边就看不到这个，比较细的、比较仔细的这个记号。那我都会使用这一边。如果你要由这边量下来，那你就2边都是由这边量。里布也是一样。我们来量量看怎么用。好，我们先来量一下表布。表布的话，这个部分我们都是打折会打掉，所以我们会从这个点这样子量，顺着它，沿着我们的记号这样子量。那我们是12.5公分，所以是6.25。那你量好一边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从这个指点往上量。比如说我现在这边的话是12.3，那我这边的话一样也是12.3。不是12.3，是用1.3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2边的记号点就会都一样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如果你是一样是12.5的话，一样是6.25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这样量上去的话是0.8公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2边的记号点，新的记号点都做好了。在制作版型的时候，可以帮你已经制好的版型，把这个记号点做上去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有新的一个版型。那另外，我们制作这个包呢，还需要这个拉链的这个装饰片。那我这边的宽度是2.8，然后从这里到这边的话是5公分。我这个是合成皮，所以我这边没有折入。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棉布的话，记得这2边或者是这2边要记得加缝缝。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新的版型的制作方式。我们从背面开始车缝。对齐拉链的纸片，车1道，因为要车缝2次，所以我没有回针。那如果比较担心的话，可以回针。那这个是合成皮，所以没有折入的缝缝，使用棉布要注意哦。那把装饰布折上来之后呢，在正面的地方我们再车缝1次。
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一边了。用相同的方法完成另外一边。那参考上支影片，将里布还有折子都完成。拉链我们对齐记号点，从一边开始车缝。车缝的时候，因为拉链比较短，所以我不建议用夹子什么的固定。如果是棉布的话，可以利用竹针。因为这个包包的拉链也比较短，所以车缝的比较快。在两边的记号点对记号点车缝好，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跟上支影片一样，表里布正面对正面车缝。那只是我们车缝的点，只要在拉链的两边的指点。那这边再说一下，我的里布的记号点呢，我做在表布，做错了。那这个里布呢，它是稍微有点防水，而且它比较薄，在车缝的时候容易歪掉，所以我建议在每一个记号点的地方都用夹子把它夹住。虽然我们是只有车拉链头的部分，这样子车缝的话，除了不容易错之外，我觉得也比较快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一边就车好了。我们用相同的方法完成另外一边。那顺便提醒一下，这边的拉链呢，要把它稍微拉开，这样子的话，等一下我们翻口会比较好翻过来。接下来我们要车缝带布，表里带我们分开来，表布跟表布车，里布跟里布车，一样是对准记号点，用夹子固定。车缝时，我们由中心点先车缝一边，
那这边车到尾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尽量车到压步脚不能够往前的时候，就比较勉强，直接就回针停止。像这样子，你已经不能车了，我们就停下来，回针。这边的话，会有一个缝。那我们车好的时候再翻过来，然后这边因为刚才我没有回针，那这边就要回针，一样是车缝到不能车就停下来。那里部的话，记得我们要留反口，一样是留大一点。那车缝的方法都一样。那车缝好呢，有弧度的地方就是两侧表里部，一共有4个弧度都要剪压扣。剪好由反口直接翻到正面。由反口的地方，将我们的拉链的装饰布把它这样折起来，由我们的那个表布的就是有一个孔的地方，直接把它用推的把它推出来，像这样子，两边都一样。缝合拉链指跟我们的反口，将里带部我们整理好，缝这个两侧地方，大概缝个3针左右。那两侧缝好之后呢，延续我们上支影片的带底的长针缝的缝法，那完成我们的里部的带底的反口，一样把它缝合起来。
两边都缝好之后，翻回正面，将带型整理好。